就在日前，我国发布了最新的中国地图，其中让国人期待已久的黑瞎子岛也完整的纳入了我国的领土范围，这也引起了西方媒体的冷热嘲讽，甚至试图挑拨离间，称过去的100年时间里，黑瞎子岛一直都是中俄争议领土。今天中国却把黑瞎子岛完整纳入了新版地图上，担忧会引起中俄关系。结果，转身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直言，中俄之间的边界问题早已经解决。短短一句话，让西方媒体哑口无言。事实上，关于中俄存在的争议领土，这几十年来，俄罗斯也是多次给中国归还领土。这背后并不是因为俄罗斯好心，而是因为中国强大了。这里需要说明的是，中俄关系变得友好，只是近几十年来才开始的。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，中俄的关系并不友好，甚至有一股剑拔弩张的态势。纵观近代历史上，俄国也曾多次侵占我国领土，完全没有归还的意思，甚至因为俄国的插手，才导致外蒙古独立。就连是苏联时期，我国与苏联的关系也不是真的友好，只不过为了抗衡美国，苏联才假惺惺与我们交好。随着苏联解体后，俄罗斯一直想要融入西方圈子，却不断遭到美国和欧洲的排挤，最终俄罗斯只能把目光盯上了中国，希望与中国加大合作来抗衡西方的制裁。为了以表诚意，普京也是多次在公开场合答应要归还中国有争议的领土。现在网上很多人成了俄罗斯的狂热粉丝，狂热程度比俄罗斯人还要支持俄罗斯。其实这些人完全不了解历史，更不知道当年的东北3省人民遭受过多大的苦难，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。虽然今天中俄关系很铁，但我们不能遗忘历史，更不能毫无保留去相信任何一个国家，而且在历史上多次侵犯我们的国家。今天之所以中俄选择背靠背，也是因为各取所需，拥有共同的敌人，所以中俄才会联合在一起对抗美帝霸权主义。但别忘了，当年我们与苏联的关系也很好，但后来呢？苏联还不是对我们进行核威胁？在这个复杂多变的大环境下，只有自身强大才是硬道理，不管多铁的关系，到最后都有可能因为利益而一拍两散。当然了，并不是说我在挑拨离间，只是我们需要保持清醒，铭记历史，而不是盲目去吹捧俄罗斯。关于俄罗斯，其实这个国家也并不是很铁，起码没有巴基斯坦这么铁。因为上面也说了，今天的俄罗斯之所以选择与中国合作，是因为俄罗斯加入西方无望，屡次遭到西方的排挤，无奈之下才会选择与中国合作。我们选择与俄罗斯合作，同样是因为美国和西方的排挤。可以说今天的中俄关系是被美国和西方活生生逼出来的，所以中俄有着共同的敌人，才会走在一起。毕竟在美国和北约大肆扩张的大环境下，中俄之间当务之急是对付美国和北约，而且当下的俄罗斯有求于中国，普京自然明白归还中国领土是明智之举。近代历史上，普京也曾4次给中国归还了领土，比如苏联时期都没打算归还我们的一块位于东北地区，大概有9平方公里的土地，这块土地虽然不大，但苏联一直不愿意归还给我们。苏联解体后，普京才大方归还给我们。第2次是位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一块大概5平方公里的领土，这一次的归还也促进了中俄关系的友好，因为俄罗斯这一举措得到了中国的支持，也稳固了中俄双边合作关系。第3次是东桑边境的土地，大概有10平方公里，而第4次则是今天我国纳入新版地图黑瞎子岛。由此可见，普京之所以选择给我们归还领土，正是因为今天的中国强大了，俄罗斯有求于中国，所以普京才想着与中国结盟，组成军事联盟来对抗美国和西方。尽管我们多次表达了不愿意结盟的意愿，但在背后支持俄罗斯，在外交上支持俄罗斯，也是能够减轻俄罗斯的压力。而且今天我国与俄罗斯的经贸合作稳步向前，让俄罗斯的经济重新回到了全球的前10。就算俄罗斯被卷入战争，经济也没有下滑，反而不断上升。
这背后也是因为有中国的支持。总而言之，对于今天的中俄合作，是基于相互尊重的前提，而不是谁依赖谁。我们与俄罗斯加强合作，也可以遏制日本，抵抗美国的霸权。而且俄罗斯拥有丰富的天然气、石油、粮食资源，能够给我们源源不断提供支持。所以结合当下的大环境，中俄合作确实是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。还是那句话，任何时候大国之间的合作都是相互依偎、相互尊重的。但任何人都不应该遗忘历史，毕竟当下的合作归合作，总不能把历史给抹掉了。毕竟历史能够鞭策我们，让我们清楚知道，落后就要挨打，发展自身才是硬道理。如果还有人不服，那看看今天的中美关系虽然很僵，但别忘了，当年中美可是合作一起对抗苏联的。今天的中俄关系很铁，但我们也别忘了当年的珍宝岛事件，更别忘了海兰炮。再说了，当年的日本够恨美国了吧？先后挨了美国2颗原子弹，但今天呢？日本还不是跟在美国背后听话照做？